这是第55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其实我今天早上呢，去海边吃早餐，因为我这边离海很近。对，搞不好看头我就放那一张吧。是吃完早餐之后带杯咖啡去沙滩那边看风景，太平洋嘛，整片的这边都是沙滩，然后冬天海风这样吹，其实有点冷啊，但是这样吹的感觉就会比较觉得自己好像，哎，这不就是我要搬到乡下的理由吗？回到我以前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嘛，所以那边喝咖啡，坐在漂流木，真正好多漂流木，他们已经整理起来了。在海边捡拾漂流木是不合法的哦。这个有一些漂流木很明显看得出来是在山上有山老鼠去把它锯断，然后才飘下来，所以那个它的断面是很就锯子锯出来的，并不是那种就是自然的树木自然的死亡啊或什么的，所以里面应该有不少不错的木头，但是即便你捡小根的都是违法的哈。就是我今天坐在漂流木上面喝咖啡，看海，在吃完早餐之后带咖啡去那边看海。这一集我想聊什么呢？我想再谈一点有关酵母的事情哦。酵母，还有这主要是酵母哈，因为酵母其实不管是在葡萄酒酿酒，或者是在清酒酿酒，好，这两种酒型呢，其实我为什么讲葡萄酒跟清酒，意思就是只是一个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属于果实类的，一个是属于谷物类的。那果实类很简单，就是重复再提，就是它本身就会产生葡萄糖，哦，单糖，然后所有的发酵都要从单糖开始，没有办法从双糖，或者是多糖。那谷物类基本上是以淀粉为主嘛，它储存能量方式是淀粉，就当然这所有的能量都来自于那个光合作用，太阳叶绿素啊、太阳这些东西。那这种谷物类，所组成能量的方式是以形成这种多糖，就是像我刚刚讲淀粉为主，或纤维素那为什么这种谷物类是这样？因为它的皮比较薄，这种谷物类不论是麦呀、米啊、玉米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什么五谷啊、什么那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它是要长途运输的，就是它适合长途运输的，或是适合长久保存的。所以你如果都是糖的东西的话呢，它或者是水分太多的话，它很容易就腐败了。那腐败呢，就是达不到它这个，你可以讲说是天择，也可以讲说是人择的结果，因为稻米那些其实都是人去，就是科学家去改良出来产生的嘛，杂交改良出来产生。因为我们要它的淀粉越多越好，那其实这个是不论小麦或稻米或各种马铃薯等等都是一样的。那题外话，另外一个我之前有看过报道，就是说最适合给人类食用，就是保存能量，就是以营养啊或者是保存方式食用等等，最好的并不是稻米还包含栽种的这个就是产率产能不是产能栽种的这个呃谷物类的产出率其实最好的也是马铃薯。不过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讲，对住在台湾的我们来说是很难去想象的了，因为马铃薯一直不是台湾或者是南岛这个系列这个区域的主要的食用的谷物类，因为马铃薯适合比较种在比较温带的地区那你看我们这边亚热带米都是已经是那种比较没有水分的那种米了，
然后越往南越靠近赤道那个地方更干，就是不是更干，就是说它必须要再干一点，因为底下那边湿气都很重，所以你如果说本身很多水，它很容易就腐败了，你就可能就它的养分可能就被那个霉菌啊，就真菌类的东西给吃掉了。吃掉的时候，当然以我们现在谈酒的角度来讲，所谓真菌类，所谓酵母，所谓什么乳酸菌，把这个去分解这些东西呢，或者是曲菌哈，他们他们其实只是小动物嘛，他们也是要获取它的能量嘛。可是如果把能量耗掉的话，那些就是这些谷物类的东西的那个胚芽就没办法，它到时候要成长，它就没办法，它就没有养分了，所以就达不到它繁衍的目的嘛。那水果类的东西就不一样哈，它本身就要有糖，为什么？因为它是希望它它的水果里面，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水果，并不是，并不，它里面是有种子的，里面是有种子，所以它一定要让外面这个东西很多汁甜美的，方便这些不管是什么虫啊，或者是这个鸟啊，或者是即便是动物也是一样，把这个东西给吃下去，它会觉得这个都很好吃下去之后，然后种子本身都是不容易消化，它可能随着这个动物的迁徙，就把种子带远一点过去，它们就可以再繁衍。这是简单讲的不一样，就是说，所以这种莓果类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比较多水分，然后而且它的那个果肉的那个通常都比较甜，通常都比较甜。所以照这种不同的方式呢，这种单糖跟多糖的不同方式，造就我们虽然要酿造，然后用来做酒精哦，但是使用的方式就是不一样。那里面牵到最关键当然就是酵母哈，因为单糖跟多糖这种你要把它要把它发酵哦酿造呢，它最主要还要靠的是最后一关的酵母。当然，所以这边的多糖怎么转成单糖，它就还有一个步骤。然后这边的这种果实类的东西，它就不用多这个步骤，它本身就有糖分了。但是至于怎么进行，就是以后我会再提。我只想先强调这个酵母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最终还是要到酵母这边来，然后由酵母来做发酵。所以在选择酵母或使用酵母都可以哦，因为如果以目前的这个朋友们、酒友们哈，或是一般朋友们，我们在买日本酒或是喝清酒啦，讲清酒的时候呢，通常都会注重说它是用什么酵母去酿造的，或者是它后面就会有写，大部分会有写。如果没有写的话，你上网去查，通常也都可以查得到。哦，因为酵母对于这个清酒酿造来讲，它不是一个，它并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东西，它是额外必须加进去的。可是对葡萄来讲的话，我讲是比较传统的葡萄酒的酿法，它是采了葡萄之后，直接把它反正把它压迫啊，什么取出汁，就是让汁跟这个皮什么这样浸在一起，然后只是白酒跟红酒只是差在说，我今天白酒在做白酒的时候，皮早点捞掉，然后红酒可能再浸长一点的时间。那原因我之前都讲过了，就是有关于要萃取颜色啊，还有那个花青素啊，就是颜色嘛，还有那个单宁酸的问题。酚类的东西哦，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带有香气哦。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皮或者是梗啊、葡萄梗啊，它在浸泡在那个酒桶里面的时候呢，传统上它上面就会附有酵母了。酵母其实是无所不在的东西啊，所以这种酵母呢，葡萄酒的酵母呢，基本上不用特别去选择，就是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我们所谓的风土的一部分。天地人呢，这个要归在哪里呢？它可以应该归在地吧，就是地，就是所以人的部分其实不用特别去掌握说我要选什么酵母，通常就是把那果实给成功的栽种出来，采收之后直接去酿酒了。那酿酒就是让那个葡萄酒汁想办法要让它流出来就对了，然后自然而然就会发酵了。
所以葡萄的酵母可以比较我还是要讲传统上哈，因为等一下提到日本酒的时候，说我今天等一下会带到一个东西哦，这个，所以我要先讲清楚，就传统上这种葡萄酒的酵母是野生的酵母，或者是属于比较符合风土的酵母，所以对酿造葡萄酒来讲，你几乎不会在，我是没有看过，就是只看过一种哈，等一下会讲，就是在酿造葡萄酒上面呢，基本上我们不会去提说我今天用了什么酵母，不会哈，它基本上只是就讲说什么葡萄啊，我的产地那个地哪一葡萄园啊，在也许再多加一点它酿造的方法是怎么样子啊，但是它通常不会讲那么细了，通常就是只会提到葡萄品种啊，然后哪一个产区啊，就是这样子而已。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提酵母？那为什么日本酒要提酵母？就是葡萄酒用的是它的酵母是原始就附着在果实上、葡萄上面的。清酒米上面呢，因为它经过精米布合之后，其实它就是米的壳上面其实也会有酵母，这些酵母无所不在嘛。可是他们日本酿酒不用这些酵母，它是把精米之后产生了这个米，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酵母了。我们讲没有酵母了，所以它在这边酿造的过程中呢，等到我们把它那个双糖多糖的东西变成单糖，然后要让酵母去使用的时候呢，也要酿造的时候，我就要指定某些酵母，特殊的酵母，就是看我要用哪种酵母来酿造这个酒。酵母的选择跟你要用哪一种酒米其实也会有关系。简单讲就是，好像人类要为了酿酒，我要准备一个餐，准备一个食物给酵母吃，因为我们知道酵母它会吃了这个食物之后，说它会产生酒精哦。它会有很多环境底下的设定哦，这边我都不讲了，我只是单纯的拟人化来讲这样的东西。那这个酵母它有些酵母喜欢吃怎么样的什么样的料理，有些酵母不喜欢在怎样的环境，这你都要他们对清酒来讲，他都要搞清楚。可是葡萄酒呢，这个酵母就好像天生就是跟这个葡萄是在一起的，所以它今天只要压迫，就自然而然压迫了，产生果汁，它自然而然就开始产生这个发酵的作用了。可是其实，在谈这种所谓的野生酵母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啊，像刚讲葡萄直接把它弄破，它就可以开始发酵了嘛？难道这个葡萄果上面，我们把它一串这样采下来的时候呢，难道它上面就只有野生的只有酵母而已吗？只有酵母菌而已吗？它没有其他的菌吗？不是的，它还有别的我们这个怎么讲？这个环境底下本来就很多种菌种存在，所以除了酵母菌之外，当然单酵母菌就可能好几种酵母菌了。有些酵母菌负责前端的发酵，比较就刚开始它发酵速度比较快的；有些酵母菌属于比较后面的发酵的，就是这个每个前端的这个酵母菌的产生的酒精呢，最后已经先把它杀死掉了，那也留下来那些比较另外一种型的酵母菌呢，它可能比较身强体壮，它就可以在后端持续去维持它的发酵。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在谈葡萄酒的酿造，它的酵母讲了，其实一方面没有提，但是如果要提的话，它其实应该讲的是一个以酵母、乳酸菌，还有其他会产生那个乳酸的益生菌等等，甚至包含曲菌等等哈，甚至啦哈，曲菌其实也是霉菌的一种，它们其实都混在里面的。就是你很难，他没有去界定说我要用哪一种，它其实是一种野生的，就是野生的酵母群或者酵母菌群，或者是广义的可以酿造酒的这个菌落存在。葡萄酒就这么奇妙哦，所以它天生就是比较崇尚自然的这种方式，果实类的酒。各位朋友就要记住，就是说，如果用简单的比喻的话呢，野生酵母群里面包含很多东西，每个人可能我不会讲各司其职啊，但是就是
因为通力的合作，让这个葡萄酒的发酵过程中会更有变化。那这变化当然不会只是酒精而已，它各种各样的香气分子啊，然后包含这个呃就前驱物质。前驱物质就是说，它在成年的过程中呢，这些前驱化学物质，它彼此会发生反应，然后产生新的香气物质出来。这种东西原来不会有香气的，但是它就会存在这个酒里面的，我们就称为这个葡萄酒的香味的前驱物。当然，前驱物它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称谓，它并不是端指说哪一个东西是什么样子。很多东西就是你可以去界定哦。我们国中都学过那个酯类啊，呃，酯类是油脂加酸吗？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哈。反正它有一个生产的方式，产生盐类嘛。那这个酯类的东西呢，它就是一开始它不是天然就有，它就是靠前驱物后来去碰撞产生新的东西。那如果说要简单讲，就我刚刚讲说，如果要比喻的话呢，葡萄酒的酿造所产生，透过酵母去产生的这个酒精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香气啊、前驱物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会让葡萄酒的这个发酵酿造呢，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是全麦面包那种感觉。然后清酒这个酿造比较像是白面包，就吐司的白面包这种干干净净的。然后这全麦面包就因为你要弄全麦面包，我们通常就是养野生酵母嘛。那养那个不管讲老面或者是野生的酵母，那些里面都有很多东西，它不会只有一种酵母。就是我刚刚谈到那种外在的环境，所以用这种就是大麦那种就有点全麦面包的那种表示呢，就是有点可以代表葡萄酒的丰富性的那种感觉。清酒就是不一样，清酒就是一步其实都切割开来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清酒比较像是做出来的酒，就是因为包含酵母的部分，其实它可能是单一酵母，应该讲几乎都是单一酵母去发酵，而不是像这个葡萄酒一样，它是所谓的酵母群，或者是就是所谓的各种菌，但以酵母为主，然后酵母菌为主，然后各种菌的一种群。这个在清酒这边呢，它就比较在酵母选择就会变得是相对的，你讲单一也好，或者讲复杂也好，因为单一表示说它会把这个菌种把它纯化，透过人工繁殖的方式。然后如果说米的不一样的品种的时候，它可能会特别选用不一样的酵母，或者是说这个酒造所在的地方是比较比较冷的地方，或是比较稍微温暖一点的地方，它所选择的酵母肯定会不一样，它会考虑到各种因素哈。所以你要谈葡萄酒的，谈那个清酒的风土，你如果用葡萄酒概念来谈的话，其实是我可以讲几乎是不存在的了。因为你看清酒，葡萄酒的风土，甚至连包含那个发酵时候产的这些菌种，它都已经天然具备了。你清酒就不一样的东西啊。但是呢，就是这么奇特的，你让两个概念去思考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人会想要说把它结合在一起。而在这之前呢，我先讲一个。因为刚才讲葡萄酒，我先讲清酒的部分，就是说，其实之前在提酵母的时候，有一个9号酵母的东西，我一直没有，我有提，但是我应该是很快就带过去。对于日本的这种清酒，所谓特定名称酒啊，银酿、大银酿等等呢，其实9号酵母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酒友可能会去追逐的酒都是就是新政嘛，因为那个因为这个小老板嘛，不是小老板，就是这个酿酒师2代3代，这个就是长比较斯文嘛。虽然我认识我知道这个人的时候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他那时候好像还不到30岁，现在应该也都是我已经
我记上了吧，40几岁应该有了吧。但是他的确做了很多改进，然后把他们家的酒造呢，从传统型的酒造变成比较就是崭新类别的酒造，然后由他们家这个酒造，他们本来的丈夫酵母，把它被那个日本的酿造酒研究所吧，就是把它采撷过去之后呢，做纯化的培养。那个酵母他们把它编为协会6号，我之前有讲过6号，所以6号那个不是，所以新的很多酒都写一个6嘛，因为他们的在协会里面的酵母编号是6号，就是从他们家采撷出来的。啊，当然还有所谓7号的那个叫什么？增城酵母，增城是另外一个酒造，然后这个7号跟6号就有很大的差异性。7号它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那个酸会比较多，所以通常而且因为它产生的酸比较多，它也比较耐酸，所以基本上这种7号、9号的酵母，7号酵母呢比较适合在做这种自然发酵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只要牵扯到所谓的生源啊或三肺酒母这样，这以后我再介绍。反正各位只要知道说7号酿造了的东西呢，会比较它的酸度会比较强，而且那种酸是属于比较优雅的酸度。我蛮喜欢喝用7号酵母酿造的酒，因为它会比较多的那种柑橘类的香味，比较强啦，比较强。当然，它还是有它的，也是会有瓜果味的味道，但是比较起来呢，6号就更低沉一点，然后但是它也可以做的有很浓的这种哈密瓜或是银酿那种味道。但是在提酵母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一点认识的朋友们，应该都会对清酒有点研究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说，那你怎么都没有提9号酵母？对，9号酵母才是最大的改变，因为9号酵母的优势是几乎7号跟6号跟7号，或者是之前几号的酵母都没有它这么强。日本酒的最大的改进其实是在9号酵母的被大量使用之后。那9号酵母呢，就协会9号酵母，它是从哪里来？它是从这个九州，就是那个九州的熊本酒造。我讲熊本酒类研究所，熊本酒研哈，而熊本就是那个熊就是熊嘛哈，熊本来的本嘛，熊本哦，这个熊我记得日本发音是 Kumo， 好像叫 Kumo 哦 ，K 开头，大家这样记住我是 K 开头，所以当时在这个熊本酒研他们的底下有一个品牌，我之前也介绍过了，就是酒造名称跟它底下的品牌名字通常不一定会一样，有一样的有不一样的。那之前举过的酗酒造，踏迹是它的系列，然后这个油厂酒造，它做的就是什么风之声的系列，然后新政的话，它以前也有新政，它就是酒名上就写新政哦，但是现在不是，现在都取一大堆很奇怪的名字嘛，什么羊奶鸟啊，什么涅盘龟啊，什么有的没有那些东西我就不讲。然后高木酒造，它的著名的是14代，是14代。好，开玩笑一句话，我好像之前有提过，就是因为大家会去追逐像我刚刚讲这几个酒造，或者是他根本不晓得什么酒造，他只知道这个品牌而已，所以去追逐14代啊，去追逐这个风之声啊，或者是什么涅盘龟、羊奶鸟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他根本不晓得原来是哪一个酒造。但是酒造呢，其实才是这个酿造酒的根本嘛，就是他们才是它真正的名称嘛。那你取一个名字出来，就是行销目的是，我觉得很重要。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考量点哈。14代好，14代酒用代吧，我讲好像这样念。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去哪边有喝酒，然后那边都老板啦，所以
那个餐厅那个14代一瓶多少钱，他根本不管，就是然后我们就喝这个，太有钱了。这个还是一个好像三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吧，上市还上柜，反正三家啦。然后他跟他的朋友，那就是也是都是我也都认识，然后就把照片传给我看，他们去吃那个板前料理的时候，我是很讨厌看到这种吃板前啊，就喝这样，就是很贵的这种板前料理、寿司料理，然后就配上这种呃很贵的这种或者很有品牌性的清酒。我讨厌不是说因为说，嗯，基本上我那种就是贵加贵1+1或者是100+120等于200那种型的。可是我以前的经验就是其实到现在为止，这种经验就是很难做到这样的地步，因为餐酒基本上没有那么的搭配。可是大家很多人喝法，特别是有钱人的喝法都是这样喝啊。这个在中国那边更明显。那之前上海那边甚至有那个，我打开某个店哦，某个店的酒单，它上面只列2种酒而已。第一个是踏迹，二哥山啊什么这种也有50的，以前有50的嘛，但是基本上就踏迹。然后第二个就14代，他那时候连新增都没有，他就列这2个而已。然后我就说，老板，你们怎么只有这个？我就问他们的那个经理，我说外场，我说你们怎么只有这2种酒？但他欢迎我们自己带酒，因为他们中国那边有一些餐厅是当时啊，现在他们经济已经大不如前了哦。这样讲也不对，他们就变成是 U 型的消费了，U 型的消费就很有钱很有钱，然后讲优也不对，就是中产变得很少就对了。所以我相信他们14代啊，或者是这种什么新政，一定还是供不应求啊，因为很多就是认品牌而已啊。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那外场经理就跟我说，这没办法，因为你叫别的酒了，其他人根本不懂，不懂的话就不会去点，或者是说，因为上面那个价格很贵，或者稍微懂一点皮毛的，他一看到这个，他说我一定要这个，因为他们喜欢摆款嘛，就是那种就是我要送人啊，或者我要请人家吃饭啊，一定要弄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品牌，而且是很好的品牌，然后这样才表示说嗯，我是真的很豪气啊，就是你是我的好客户或者好朋友啊，这样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早年台湾也是这样啊。其实到现在的台湾还是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在清酒这个角度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台湾的消费文化还是领先中国那边。葡萄酒的话呢，其实也是，但是呢，台湾跟中国最大的差异性是，中国本身的葡萄酒业也蛮兴盛的。它在西北那个区域哦，其实那个甘肃啊什么那边宁夏那边其实都还蛮兴盛的。它甚至有专门的那种区域是全部都在种葡萄园啊什么的，然后自己去酿酒的。而且我也看过中国某些的葡萄酒，我只有喝过几款哦，那品质我不好评论，因为我觉得不够全面。但是它的价格很贵，它的价格可能一瓶可能换算成台币，我记得2017、18、19去那边的时候，就看到那种某些我对那边没有很有研究，虽然我有买书，但是太多东西要看了，我没有时间，我没有，就是你看到那个买不到没有用啊。台湾现在，我不晓得台湾有没有人进口中国的葡萄酒，应该是没有吧？因为我觉得它品质，我喝了几款的品质，我感觉没有那么好，然后又这么贵，我觉得没有什么竞争力，至少就我们这种比较资深的酒友来看，所以有人去代理进来吗？我不晓得。而且依照现在台湾跟中国现在的两边的状况，应该也不太有人会去做这个事嘛。而且就品质来讲，就一定没有那么好。然后加上这个两边现在还是地域冲突的话，那样的酒代理进来，应该不太有人会去买吧？可以叫国民党去代理哈，对不对？因为他们不要只想把金门酒卖到中国去啊，把交换弄进来嘛，便宜一点的，我们喝喝看。嗯，
葡萄酒的话，就是他们在可能在发酵或制作酿造上面，我觉得台湾这边就比不上，因为台湾我们基本上除了以前公卖局有出一些葡萄酒之外，还有你在市面上有看过吗？之前有一个什么呃，就是南部的一个反正一个大学嘛，一个讲师陈信浩嘛，反正就好像跟是普里尔哪个酒庄的合作，他酿造出来那个也是葡萄酒了，但是最主要是用的是，我记得好像是用 Muscat 这种品种，而且它就是说它酿造出来其实是偏向，不是偏向，它就是甜酒，它是甜酒为主。那你要红酒或者一般的比较清爽的白酒，我在台湾没有看过几个。前阵子我看到网络上有人在写说，也是一个台湾产的葡萄酒，然后呃它是弄成就是二次发酵，弄成像香槟的那种样子。然后它上面写 brown de brown 嘛，白中白嘛，brown de brown，好，这个在香槟那个白中白，意思是说单纯只是用白葡萄去酿造的。可是它另外一个含义是因为 brown de brown 一般对它是白中白，但是怎么讲呢？在香槟区的它的另外一个含义是这种有标示 brown de brown 的香槟，基本上就是单纯只用 Chardonnay 这种白葡萄去酿造出来的，酸度也够。所以我看到那个台湾产那个，我第一个看到它是用什么葡萄，然后用这个葡萄那种是台湾从日本引进的白葡萄品种哦，其实它好像是跟 Muscat 也是比较有关系的它因为它是取一个台湾的名字哦，我不晓得它要上网去查了，但是绝对不是那个 Chardonnay，它上面写 Brown de Brown，我就看起来就觉得会有点怪怪的感觉，就是怎么讲？也许他用的只是那种说我纯粹用白葡萄去酿造出来的，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一种文化差异吧。我会觉得，就酿造而言，中国那边比我们这边还要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天然的优势哦。那气候带就拉的比较大了嘛。不过中国的葡萄酒大概也是酿给，因为他们有钱人有钱的就自己去法国那买酒庄啦，然后不然的话就是有人代理进来的。那很多酒其实都是中国前20年的那种发展，加入 WTO 之后的整个发展，他们那个所以什么波多什么拉菲亚、拉图啊那些很多东西都是，还有俄国嘛，还有中国嘛，就是被这个两个区域吃掉很多。那这方面就采购来讲，那些昂贵的酒呢，或是包含 Burgundy 那边的酒呢，其实进入中国了，台湾应该进的相对来讲比较少，因为他们那边体量比较大，这是没办法反驳的，就是说这前20年他们的进步哦。但是我要强调一句，就是他们是属于那种悠闲的结构，就变成是中产相对很少。因为我当时去上海想要发展的时候，就想要做他们的中产阶级这一块的，先以清酒开始，然后再做葡萄酒。可是我发觉根本是他们的中产比我想象中还要少，或者是说中产可能不不会想要只是当中产，他们对于钱这个追求的那种动力很强哦，就是那即便你不是那么有钱去买这种很贵的酒，他可能都要想办法跟上，因为要跟上面打交道嘛，所以比较不像台湾这边，我们有一些中产阶级的朋友们，其实像我本身就是中产阶级以前啦哈，现在已经你看白发苍苍了，就是我会觉得说，有些很贵的酒喝到当然很好，自己有，比如说现在奖金多一点，然后有买一些，或者跟几个朋友凑成一个酒的研究团体，我们可能就会喝到一些酒，彼此分享，那也可以，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实际上要吃饭，真的在饭桌上用的基本上还是以 不是 table wine，就是你可以
不用拉它层次拉到这么高，你可以稍微是一种普通的那个普通类型的葡萄酒就可以。但是说所谓普通，并不是说一定要喝到那种一定只能喝400-500块那种，不是，而是可能1000到2000，你都台币1000到2000，你也可以接受的这种。事实上，在1000块以下也都之前呐、就可以选到不错的葡萄酒。现在可能要把这个价格往上拉到1200、1400左右，就是以下的这种。那在往上呢，就是比较中阶的产品的话，可能就是也许就是1500到2500左右之间，但是基本上我觉得，甚至我们讲画一个比较标准，就是1500以下就可以喝到不错的葡萄酒了。如果你会选择的话，而且我还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葡萄酒和清酒，它酒价的那种上升的是不是一个线性的这样上去的，不是说我今天这个卖10000块，就比卖1000块的就是品质好10倍，不是的，它基本上是这样上去之后，那个上面就是上面超过多少钱之后，比如说3000到10000之间的时候呢，它那个品质的提升其实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你可以讲有，但是我觉得那个中间的价格其实你更要看重的是那种就是比较偏向奢侈品那种感觉的，就是品牌的价值啊，或者是说你要的不是只有酒真正的品质而已，那就包含品牌价值啊，或者是商业性啊，或者是它可能在什么场合下使用，可以让你有一点那种除了生理上你喝起来好喝之外，它还有别的作用存在的哈。你要送给上司啊，对不对？特别在中国，你要送好酒才可以让这个上司对你或是有权利的人对你有这个好印象嘛，讲好印象。我把话题绕回来，就是说我就是有3家公司的那个的老板，他就吃饭就传照片给我看了，我跟他们喝14代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传给我看，他就说他也不懂，但是就是那个师傅就推荐他们喝这个，他已经开了，我也因为我讲过喝清酒要做，当然品牌你要考虑的，但是那个日期其实是更重要的嘛。可是他传给我之后，他们就在吃饭了，所以我也没有打扰，而且人家都已经开了，你再去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也没有必要，更何况搞不好就真的，我相信以他那个消费能力，还有他们的那个餐厅的状况，那个酒应该都冻得很快，然后，可是我后来就是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把他寄给我的图片了，因为他是拍那个酒瓶的照片给我，我看到之后我就把它改一改。那个不太适合放出来，因为那个我怕你们酒糟到时候会觉得不高兴哦。我就把它改成，因为它14代写10是这样嘛，14嘛，14代，我就把那个稍微把它用就 PS 一下，就 Photoshop 去改，我就把它改成把那10把它改成20，就是20嘛，改成这样，然后就是把这方面我还可以啊，我会处理一些这些东西。弄完了之后，我就把照片寄给那个朋友，就是跟他们讲说，你现在在喝14代哦，现在他们最新的是你们有喝过这个24代？他说有24代，他说这在哪里买？我要试试看14代，他们觉得蛮好喝的啊，然后就是想说，那我既然有，对他们来讲我是很懂清酒的人，所以他们说我都讲了24代，他们就想要问老板。可是其实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们，就跟他们讲说没有，那是我开玩笑的啦，没有这种酒，没有24代，你不要拿给你拿给师傅，他们搞不好也不知道，他们会觉得说，真的有24代吗？到最后跑去找进口商去谈，没有24代哈。但是高木酒造的酒，就14代要怎么喝呢？其实，这个讲起来我会有一段故事，绝对不要只看品牌在喝酒。我回过头来讲，就是说这么多酒，但是其实有一款影响这个日本酒的世代更迭的酒，或是它的这个酒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熊本酒研，K 开头库
库玛吧，熊是库玛吧，K 开头，K Kumamoto 吧，好像这样。因为这个熊本酒研呢，它本身的那个最主要是9号酵母，因为他们本身的脏部酵母呢，发酵能力很强，然后低温产生的瓜果香气又很华丽，然后这个低温的时候呢，因为清酒是寒燥嘛，在低温之下呢，它的生存状况也很好，就是说它是一个如果我们去打那种标准的五角形那种评分的方式的话，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就是生存力强嘛，发酵力好嘛，然后这个香气又很丰富，最主要是又很高扬，那果香很浓郁，那哈密瓜的味道真的很浓哦，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日本酒什么酿造研究所去那边采集这个酵母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老牌的酒造熊本酒研，采出来之后去培育出来，就一路编号，它编到第9号，所以这个这个本来在熊本酒研这个藏内的酵母呢，它就被命名为协会9号，就编到第9号去了。其实，在还没有编号之前呢，有人就是他们自己都会称他们的丈夫酵母叫做香露酵母，香气的香，露天的露，露天温泉那个露，香气的香露酵母。事实上，熊本酒研它最有名的酒就是也是一样，它不叫熊本什么什么清酒，它就叫香露的纯米大吟酿或香露的大吟酿这些东西。如果现在这边有一些朋友们，你有坚持看到现在的话，你可以去找找看这一支酒，这个酒造它所的酿造出来的香露这个系列的酒，因为它是9号酵母的发源地，发源地哈，那个酒喝起来的味道都比较强。我所谓比较强是说，包含巴黎还有它的那个香气。所以后来在日本酒的这个他们有比赛嘛，这什么比赛我以后再提哦。反正在他们很著名的比赛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很像公式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9号酵母的优点实在太强了，然后这个酒米这个部分，这我还没有讲，但是大家就先听啊。日本酒酿酒最有名的酒米就是山田锦嘛。山田锦呢叫做 Yamada Nishiki 啊，Yamada Nishiki， 这个发音不重要了，反正就是山田锦。山是山上的山嘛，田地的田，锦是锦绣的锦，山田锦。那Yamada Nishiki 那个第一个开头是 Y， 所以当时他们的这样参加比赛很多酒造的他们酿出来的主要参加比赛的酒呢，都会用山田锦这种酒米，它是很优秀的酒米。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类似像 Cabernet 这种感觉了哈，对，比较像 Cabernet， 或是 Merlot 也可以，应该 Cabernet 会比较好 ，Cabernet Sauvignon 这种品种。然后，用的酵母，因为我讲过，一开始就铺那么久，就是葡萄酒酵母是比较综合性的嘛，野生的为主嘛。然后清酒的话，它是单一要选择某一种酵母来用，一定有酒造在开始用多种酵母在制作了，但是这边我先不谈，就是说，单一酵母，那他用山田锦呢，用9号酵母呢去酿造酒。山田锦呢，Yamada Nishiki 是 Y 开头嘛，然后9号酵母是我讲的是熊本酵母，刚刚讲Kumamoto 嘛 ，K 开头，所以以山田锦9号酵母去酿造的酒呢，很流行，因为它很容易就可以酿出香气很华丽，然后口感也很好的酒。特别是如果他们要做大吟酿的时候呢，因为大吟酿它有一个基本标准是精米步合至少要50嘛。日本就是他还有去研究，他们研究说精米步合到35是最适合的
一个精米的那种状态，要去发酵，要去酿造的时候，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那些有些精米步合，比如说他记二哥三，那你说他就二哥三，你为什么讲35是最好？在清酒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你精米精的太只剩下淀粉，或者说淀粉就完全以淀粉为主，比例上跟其他的元素相差太多的时候，那个酿出来的酒呢，其实不好酿造，因为那有点像是说，你给酵母长期偏食吃某个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发育的不好，它还是要有其他的东西，并不是就是把它弄到越就好像我们吃饭不可能只有我们说我们要吃晚餐，然后我们吃白饭，你不可能只有吃白饭了。虽然你吃白饭你也可以生活了，但是你一定会觉得不满足，或是营养就是你不平衡，因为你还有其他的菜啊，你不可能只有吃白饭而已啊。那种精米把它精到太过头，就是有点像在只剩下白饭给那个酵母而已。所以之前的我讲这个都是以前的事情哦，因为这几年他们内部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不知道，但是基本上现在还是很蛮常看到这种状况，就是说他们认为精米步合35是最好的状态，所以用亚麻达尼奇吉用山田锦，用协会9号酵母库玛好 K 开头，然后精米步合35呢 YK35，就是他们的很有名的酿酒的公式，就是说用山田锦9号酵母精米步合35去酿出来的酒的大吟酿、纯米大吟酿或大吟酿，它就是能够发挥到最好的效果。其实这种 combination 呢，这样的组合其实是 formula 或者 combination formula 就是公式嘛。在日本酒造，他们在比赛的时候，的确有不少酒造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做。那这种后来有发生什么状况，以后我再解释。但是你如果上网，或者是你在看一些书，他们都会提到 YK35，它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种酿酒的方式呢，好的方面是说，很多酒造都可以酿出有水准的酒。不好的方面就是说，那个太像了，大家都太像了，因为你精米35，基本上你还是去掉很多东西的，然后你又单纯用就已经纯化后的酵母9号，就香露酵母，那等于是你从白饭啦、再加上什么就是不要讲白饭，就是它都是原料上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你后面精米步合也一样，那你后面要比较的是什么？所以后期就变成在竞争的是，连日本酒都连清酒的那个酒米都会有所谓的什么特 A 级的啊，在哪他们就有点像学 Burgundy 一样，哦，这个是什么农地种出来的哈、在那个东条区啊什么，各位上网查特 A 山田锦就可以查得到，或者特 AA 山田锦那种，有点像在分类一样，就好像日本牛肉在做分类一样。可是这种东西就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就有点像在学 Burgundy，然后可是你要强调这个风土，问题是，即便这个土地这个长出来的山田锦特别好，但是你就是这个怎么讲？台湾话叫倒北起来，就是你要这个强调这个，可是你用酿造水可能是你在这个酒造在某一个地区的他们底下的那种明水白选啊，或者地下浮流水什么的，就是这个整个这样组合起来，你要谈风土谈不起来，因为你的酵母又是用，比如9号酵母是用刚讲的这种纯细化的酵母，不是9号酵母，就酵母里用的是纯细化的9号，那这边你这些东西都是已经是没有风土性的东西，然后你这个米这边你要强调它的风土，把它综合在一起去酿造出来的酒，那种也许好喝，但是那种整个概念跟如果你喝葡萄酒酒友来看的话，那个跟风土扯不上关系，就是说很牵强了，很勉强了。我刚刚讲了半天，就是说基本上酿酒你就是要糖分嘛，要水嘛，水是一个溶剂嘛，然后还有酵母嘛。
那所谓的风土，基本上就是如何产生出这些东西的一个环境嘛。那葡萄园是本身就有，假定某一块葡萄园的话，特级葡萄园，它本身就是有这样一个风土环境，包含酵母，我讲野生的酵母，可是清酒的部分不是这样，清酒部分是分开的，所以 YK35这种东西呢，就是的确它可以做出很好喝的酒，但是它变化性就不会很大，不会很大，那你对清酒的发展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讲的是比较它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还没有人这样做，一定还有，但是也有新的酒造，不是新的酒，新的一代，他们有去改革，他们有去想，不能讲改革，他们就想办法再去做一些不同的组合，然后去酿造出不同类型的清酒出来。回过头来讲，就是9号酵母，它当初不是只有在香露那边，就是不是熊本酒研它在使用，而是他们把它提供出来，让它去协会去做纯化的动作之后呢，培养出更多的这种9号酵母之后，很多酒造都开始在用，所以那时候吟酿酒这种等级的那个水准就跑出来了，就一下就提升上去，所以它对于日本酒造的这个吟酿酒的兴起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9号酵母的部分。所以回过头来，其实我本来还想讲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样今天会讲不完了。但是请各位朋友再记住，这9号协会9号或9号酵母这个东西呢，我等一下顺便把它提提好了。9，然后新政呢是6，对不对？好，不要想到69、96、69哈，我不要讲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在餐桌上面，你看到其他的朋友都是你是很有钱的，你可能14代啊，高木酒造14代啊，或者新政啊，或风之声什么的，你哪天拿出一个香露出来，就是熊本酒研的香露出来，然后把我刚刚的故事可以稍微提一下，9号酵母的影响，然后那个是起点，而且那个酒也不是很好买哦，不是很好买，那不是更有意思吗？而且它可能它会比寿司的味道强了，真是如果来搭配一般的会席料理，就是那种有起承转合的那种，有炸物、有煮物、炖什么那些那种混合的那种的一会就是宴席用的那种料理，跟或者搭配中菜的话，我觉得9号酵母3.几这个会比较适合，因为它香气也够，酒体也够，然后华丽，就是说，比起别人只知道那个牌子的话，你还知道更多，你还知道酵母，对不对？好，那因为时间差不多快到了哈，每次都讲快要1个小时，我顺便把那9号酵母讲，把它这个本来想要讲长一点的，就是把它做一个小小的结束哈。在2010几年，2017、18年吧，还是18还是19年？18年，这个酒台湾没有引进。但是呢，有志之士哦，应该日本的，因为日本人很多到那个法国去学那个葡萄酒嘛，或到意大利，或者学料理什么的，至少他们比我们前面了。台湾人现在也有很多人过去，就有像我的这种类型的，就是说，哎，这个有懂日本清酒，说那你。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酒厂，葡萄酒厂，然后采收葡萄酒之后呢，不要就是那个葡萄要稍微再处理过，就让野生酵母都死掉好了，然后在酿造过程中，低温发酵过程中呢，一样，其实葡萄酒也是要低温去发酵会比较好嘛。我之前有提过原因的嘛。那如果产生热，就要尽量让温度不要太高嘛，是要尽量去降温。那可不可以结合葡萄酒的这个产地的优点，就是葡萄品种，然后还有我把酵母呢换成，也可以就是刚讲的9号酵母，它是可以
这个低温发酵能力很强啊，酒精耐受度又高啊，然后本身这个香气很华丽啊，瓜果味道很强，如果再加上这个葡萄品种，想当然了，它不会用的是红葡萄，它一定用的是白葡萄哦，因为白葡萄酒跟清酒比较类似哦。那这样把它组合起来，可不可以酿造出特别的酒出来呢？所以他们就曾经有，应该日本人有加入哦，这个某个，我记得好像在波尔多吧，还是哪里，反正就是法国的一个酒厂，他就用 Chardonnay， 还是 Burgundy 那边酒厂，就用 Chardonnay 这种品种，再加入9号酵母去酿造出特殊的一个葡萄酒出来，就是用清酒的酵母啦，9号酵母，然后去再加上白葡萄啊，Chardonnay 去酿造出来的一款，因为那个完全不符合他们法定产区的概念，所以他只能用就是反正就是最低阶的 table wine 这种形式来贩卖。那瓶酒呢，上面现在有没有改版我不知道哈，但是我在2018-19年看到说，其实我还从你看中国都有引进这个东西，那边的进口商都有引进这个东西，所以我刚刚讲说葡萄酒的部分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也不可否认，中国在这20年左右一几年看0几05到2020年左右这段时间，其实发展的很迅速，真的很迅速。但是怎么讲呢？迅速的话，就是说他们比较有名的东西，他们也都台湾看得到，那边也看得到了。然后，可是就精致性来讲的话，还是有整个文化、饮食文化的这种，我要讲人文，我不是说他们菜不好吃哦，当然有一些食安的问题，台湾也有，但是反正各位朋友就知道，中国这边曾经发生过很多次这种食安的事件哦，这我就不提了。就是说，悠闲社会，那个酒瓶上面就只写一个，不是只写啊，就知道上面写一个9，就是数字的9。那9是什么意思？9号酵母。我觉得那个酒如果把它拿出来跟那个新增的6号酵母，它有一款酒上面也是写6啊，摆在一起应该很有意思吧？9669，只是一个是葡萄酒，一个是清酒。至于说那一款葡萄酒好不好喝呢？我之前有因为那时候常飞上海，我后来拿到这个酒的时候，我当然有试喝，然后我因为有趣，所以如果拿回来有送给几个朋友，一次只能带2瓶嘛，送给几个朋友，然后就是那些朋友就是同时要懂清酒、懂葡萄酒了，所以我跟他们讲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根本就好几个人都想要试试看，因为都有好奇心，都觉得说这个酒到底喝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喝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哦。我只能讲说还有待改进啊，就是说我不会讲它很差，但是我也不会说它很好，但是它有它的话题性，所以当时引进的或制作这个酒的，我相信他们一定后来还会再改进，因为我喝到那个应该是他们的第1年还是第2年这样酿造，所以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改进，应该是有吧。可是因为现在台湾好像没有人引进了，我也不知道说现在它味道是怎么样子，而且前几年又是疫情，所以也许更有改进的吧，更好了吧，不晓得。今天要讲的就是有关于酵母的故事，然后9669很有趣，就是2个，反正我的节目风格就是这样的，有一个中国的这个朋友那观众吧或听众，他说你这节目真的是，他讲什么阳春白雪，然后曲高和寡。阳春白雪我同意哦，阳春白雪就是我就不想要做这些，我可以去做，但是我不想做，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本业。然后你说曲高和寡，我讲这个东西也不会曲高啊，这个是一个，我都综合起来讲了。你如果把它整个听完，它就好像我在讲故事一样。我可以讲到很细的东西，但是我不想，因为那些东西第一有人在做，那你就像科普，老是一堆人在讲时间啊，讲天文什么的观测，大同小异，那就不好了。你要么就要走得很专研去。
我看有些都在看论文，在那边做这节目了啊，那些东西可以啦，就是比较小众啦，也会有一些人啊，所谓小众大概也会有几万人订阅，但是啊，我不管了，反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花点时间聊聊天嘛，然后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也会特别去看之前写过的东西，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复习啦，而且会谈到很多过往的事情，个人觉得这个也还蛮不错的。当然曲高和寡啊，这个我只能讲说，我们也要刻意要做到多高级，或是多怎么样子的。那有没有人看这个，也不是我能够左右的，因为对啊，我就没有弄这些动画的东西嘛。那可是渐渐的，还是就有一些人，就是开始有一些变得比较多一点点。那就是只能这样尽力啊，因为我维持每天讲一集嘛，如果可以的话。这一集我本来只想讲30分钟，结果讲了1个小时，好吧，就是这样子了。这几天台湾比较冷哦，大家要多注意保暖，按赞订阅，如果可以分享会更好哦。那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